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堪称灵魂觉醒指南的经典之作《德米安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作家赫尔曼·黑塞，他于1919年创作了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。黑塞一生都在追寻自我，探索人类灵魂的奥秘，而德米安正是他思想结晶的杰出代表。这本书就像是一把神秘的钥匙，能够开启我们内心深处那扇被尘世喧嚣所掩盖的自我之门。它所蕴含的价值，对于每一个在人生旅途中迷茫、挣扎、渴望寻找真正自我的人来说，都是无价之宝。它能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清晰地听到内心深处的声音，引导我们走向一条充满挑战却无比真实的自我成长之路。想象一下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有无数伟大的人物都曾经历过类似的自我觉醒之旅。比如印度的圣雄甘地，他曾经也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在英国接受教育，遵循着传统的道路。然而，当他回到印度，面对着祖国被殖民统治的残酷现实，他内心的声音开始觉醒。他意识到，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于对西方模式的模仿，而是来自于对印度传统精神、自身信仰以及人民苦难的深刻理解。于是，他脱下西装，穿上粗糙的土布衣服，领导印度人民走上了非暴力抵抗的道路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自我觉醒并非一蹴而就，他需要我们像甘地一样，勇敢地面对内心的冲突与挣扎，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。而《德米安》这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探索自我、走向觉醒的绝佳契机。现在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是否曾在深夜里辗转反侧，思考着自己生命的意义？你是否曾在人群中感到孤独，仿佛自己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？你是否渴望突破自我，找到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？如果你的心中有过这样的疑问或渴望，那么《德米安》将是你不可不读的佳作。以自我认知，认识另一个我。在《德米安》中，黑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：我们真的了解自己吗？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，在父母面前是孝顺的子女，在老师面前是勤奋的学生，在朋友面前是忠诚的伙伴。然而，这些角色是否就是我们真正的自我呢？黑塞在书中通过主人公辛克莱的成长历程，向我们揭示了另一个我的存在。辛克莱在童年时期，生活在一个看似平静的世界里，但内心却时常被一种莫名的恐惧和不安所笼罩。他遇到了德米安，德米安就像是他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，引导着他去探索那些被压抑、被隐藏的自我部分。从理论原理上来说，我们的自我认知往往受到社会规范、家庭期望以及个人经历的影响。我们习惯于用一种固定的模式来定义自己，却忽略了内心深处那些与生俱来的、独特的特质和潜力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强调了潜意识的重要性。他认为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潜意识的影响，而德米安中所展现的另一个我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潜意识的一种体现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去认识这个另一个我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总是被各种外界的声音所淹没，手机的提示音、人们的交谈声、工作的压力等等，让我们很难静下心来聆听内心的呼唤。我们可以尝试每天抽出一些时间，独自一人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让自己的思绪沉淀下来。比如，在清晨的公园里，或者在夜晚的阳台上，静静地感受自己的呼吸和心跳，问问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？其次，我们要勇于面对内心的阴影。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愿意面对的过去、负面情绪或者性格缺陷。在书中，辛克莱也经历了对自身罪恶感的挣扎。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面对这些而选择逃避，因为只有当我们正视他们，才能真正的了解自己。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恐惧、焦虑、愤怒等负面情绪写下来，然后分析它们的来源，看看它们是否与我们的成长经历或者某些特定的事件有关。认识另一个我的好处是巨大的，它能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自己，挖掘出自身的潜力，从而更好的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。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和特质后，我们就可以更加自信地做出选择，而不是盲目地跟随他人的脚步。例如，一个在艺术方面有天赋的人，如果一直忽视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强迫自己从事一份不喜欢的工作，那么他可能永远都无法体验到真正的快乐和成就感。而当他认识到了另一个我，勇敢地追求艺术梦想时，他的人生将会焕发出全新的光彩。2. 自我挣扎与内心的恶魔搏斗。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中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自我挣扎的困境。黑塞在书中将这种内心的冲突形象地比喻为与恶魔的搏斗。辛克莱在成长过程中，不断地与内心的恐惧、诱惑、迷茫等负面情绪做斗争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这种自我挣扎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必然产物。当我们开始质疑自己原有的认知体系，试图寻找更真实的自我时，我们内心深处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。
我们既想要摆脱旧有的束缚，又害怕面对未知的未来。我们既渴望追求梦想，又担心失败和挫折。在书中，辛克莱的挣扎体现在他对自身罪恶感的痛苦体验，以及对周围世界的不信任。这种挣扎并非毫无意义，它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，就像凤凰涅槃一样，只有经历了烈火的洗礼，才能获得新生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自我挣扎呢？第一，我们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。我们常常对自己过于苛刻，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完美无缺。然而，完美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。我们应该明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，这些缺点和不足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。我们可以试着对自己说，我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我愿意与自己的缺点和平共处。第二，我们要寻找积极的应对方式。当我们陷入自我挣扎时，很容易陷入消极的情绪之中，比如自暴自弃、逃避现实等。我们可以尝试一些积极的活动来转移注意力，比如运动、阅读、绘画等。在运动中，我们可以释放内心的压力，感受身体的活力。在阅读中，我们可以从他人的故事和智慧中汲取力量。在绘画中，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内心世界用色彩和线条表达出来。第三，我们要寻求他人的支持。在自我挣扎的过程中，我们不能孤军奋战。我们可以向亲朋好友倾诉自己的困惑和痛苦，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。有时候，他人的一句话、一个眼神就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力量。在书中，辛克莱也得到了德米安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帮助，这些帮助对于他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3. 自我突破，走向光明。经过自我认知和自我挣扎的洗礼，我们最终将迎来自我突破的时刻。在德米安中，辛克莱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，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，实现了自我突破。自我突破意味着我们摆脱了旧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。它需要我们具备勇气、毅力和智慧。从理论层面来讲，自我突破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契合。当我们满足了基本的生理、安全、社交和尊重需求后，我们就会追求自我实现。而自我突破正是自我实现的一种体现。在书中，辛克莱的自我突破体现在他最终摆脱了内心的恐惧和迷茫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。他不再被外界的诱惑和压力所左右，而是坚定地按照自己的内心意愿生活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实现自我突破呢？第一，我们要设定明确的目标。明确的目标就像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灯塔，能够指引我们方向。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和愿望写下来，然后将其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、可实现的小目标。例如，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作家，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，每天写500字的文章。第二，我们要勇于尝试新事物。自我突破往往需要我们走出舒适区，尝试一些我们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参加一些新的活动，学习新的技能，结交新的朋友。在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，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，但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才能促使我们成长。第三，我们要保持积极的心态。在追求自我突破的过程中，我们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失败。如果我们因此而灰心丧气，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。我们应该把挫折和失败看作是成长的机遇，从中吸取教训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方向和方法，是自我实现，成为真正的人。自我实现是德米安所追求的最终目标，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旅程的终极归宿。黑塞在书中通过辛克莱的故事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如何通过自我认知、自我挣扎、自我突破，最终实现自我。自我实现意味着我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力，过上了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。它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从哲学角度来说，自我实现是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，只有当我们实现了自我，才能真正地感受到生命的意义。在书中，辛克莱的自我实现体现在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信仰，并且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做出了贡献。他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，而是成为了一个积极的参与者。实现自我实现需要我们做到以下几点。第一，要保持内心的平静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压力，很容易迷失自我。我们可以通过冥想、瑜伽等方式来培养内心的平静，让自己能够更加清晰地思考问题。第二，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。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，我们不能为了迎合他人或者社会的期望而放弃自己的价值观。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人生信念，并且勇敢地为之奋斗。第三，要不断学习和成长。自我实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，掌握新技能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。我们可以阅读书籍、参加培训、与优秀的人交流等方式来不断充实自己。德米安这本书就像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面貌。他又像是一位智慧的长者，为我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。通过对自我认知、自我挣扎、自我突破和自我实现的深入探讨，
黑塞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挑战却无比美好的自我觉醒之路。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和压力所困扰，忘记了去追寻真正的自我。而德米安这本书可以成为我们心灵的避风港，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的天地，去倾听内心的声音，去思考生命的意义。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吧，拿起德米安这本书，开启你的自我觉醒之旅。不要害怕面对内心的冲突和挑战，因为只有经历了这些，你才能真正的成长。相信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，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，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激励大家：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，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，是一条小径的桥栏召唤，让我们勇敢地踏上这条通向自我的征途，去探索生命的奥秘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